在上次介绍剪映的影片里，我们说明了使用剪映语音辨识快速产生出字幕的功能，也介绍了转出字幕 SRT 档的第三方工具。这一种简转繁和产生 SRT 档的工具有好几个，但是目前都缺乏了能够由 SRT 档再写回剪映草稿JSON 档的功能，因此当我们使用了字幕编辑软体，比如说EGSub 或者是 Subtitle Editor 这样子的编辑软体来修改了 SRT 档以后，没有办法再写回剪映的草稿，因此也就没有办法能够利用剪映来导出来产生有内嵌字幕的 4K 影片，因此只能再透过像 Arctime 这样的工具来直接用 SRT 档再来产生影片。为了解决这个需求，我使用 AutoHotkey 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小程式，将 SRT 档再转换回剪映的草稿 JSON 档，让我们可以再透过剪映读到修改了 SRT 档以后的字幕，透过剪映呢再来导出 4K 的影片。那以下就是完整的整个操作的步骤。在正式开始操作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次会使用到的档案。首先就是会有一个我们的影片一个 MP4 的档案，然后接着呢会有一个我们用来做简转繁，同时产生出 SRT 档案的执行档 JSON to SRT 这个.exe， 然后接着还有我们刚刚写好的这一个从 SRT 转回剪映草稿的一个执行档。那首先我们就是要先来汇入我们的 MP4 的档案，因此我们就开启剪映，然后把剪映里面这个开始创作先点击，然后再导入素材，选择我们刚刚的影片，加进来以后，再按右下角的这个加号，把这个影片呢汇入到时间轴里面来。好，汇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再点击文本，识别字幕，开始识别。这个时候剪映就会把我们这个影片的语音的部分呢上传到剪映的主机，透过剪映主机的语音辨识产生出字幕，再把字幕回传给剪映这一个程式接收。那这样子就可以产生出我们的字幕了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字幕已经产生出来了那这个呢就是它已经产生出来的内容那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简体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剪映给关闭。那为了方便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找到我们这一个草稿我们首先把这个草稿的这个专案的名字它会用日期时间产生成是它的一个代码，我们就用这个右下角这个点点点这里面会有个重命名，我们把它改成一个比较可以识别的名称比如说我要把它改成 AHK47 那这个就是我的剪映的草稿的专案的代码AHK47。 因此到我们的资料夹里面呢，我们来直接找到我们这个 JSON to SRT.exe， 执行以后我们首先点击解析字幕，它会去读取剪映的专案的目录，然后会把里面所有的草稿的专案全部都列出来。那我们现在要操作的是这一个8月1号 16:02 分的这一个这个是我们刚刚使用的那个影片。然后我们先点击这个剪映里面简转繁这个功能，它会把它的草稿的内容呢产生成是繁体中文，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转存 SRT 把这个草稿的内容产生成 SRT 的档案。好，它预设会是字幕.srt， 好，我们就存档。好，储存完成了那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资料夹里面呢，就会多出一个字幕.srt。那接着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自己惯用的字幕编辑软体来针对这一个字幕.srt 来做内容的修改。那我使用的是 Subtitle Editor。这4个按键呢就去叫对应的函数。这边就是我们那再来编辑这里面的内容传进来。编辑完成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储存成另外一个档名那我们假设我们已经编辑完毕了那我编辑后的内容呢就是这一个AHK47 ZH_TW.srt， 这个是我编辑后的内容。然后接着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命令行来操作这个因为我这个指令呢是需要用命令行来操作。那在这边为了方便起见我建了一个 jy.bat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内容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去叫我的 jy
减号 SRT to JSON 点 exe， 然后后面需要2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呢是你剪映的专案的代码，也就是我们刚刚重新命名的那一个 AHK47。后面这一个第二个参数呢，就是你编辑后的 SRT 的档案。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SRT 的内容。我用一个一般的编辑程式，文书编辑程式来把它叫进来。那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已经是繁体了。那第二个呢，这个 Windows 是 W 开头的 Windows。好，那我们就透过这个 jy 点 bat 来直接做转换。好，它已经产生完毕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这个资料夹里面产生出来的档案。那这个 draft 底线 content 点 json 点 new 就是产生后的新的格式，新的转换后的内容，就是我们编辑后的内容，从这个AHK47 ZH 底线 TW 点 SRT 产生出来的新的内容。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这个就是之后会再让剪映来使用的这一个内容。那我们可以用 Ctrl F 找一下 content， 那这个就是字幕的地方。那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字幕。好，那我们往下找到第二个字幕，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就已经是我们的 SRT 的这个大写的 W 了。那它原始的内容呢，我会备份在同样你执行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呢，会有一个备份的点 .org 的这个超高档。这一个档案呢，就是原先剪映产生出来的原始内容。那我们一样再来找这个 content。那找到第二个，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第二个是用一个，然后后面呢是 Windows 在后面。那就是它没有，这第二个是在这边。它这个 Windows 这个 W 是小写的。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这2个档是不一样的。那我产生完以后，其实剪映的档案其实就已经被我覆盖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剪映直接开启的话，这个时候它读到的字幕档呢，已经是刚刚使用我的工具转换后的内容了。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应用，就是把我们 Windows 的工作列能够，我们看到刚刚这个 W 是已经是大写的了。那这个已经是使用我的 SRT 转换过的内容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这边的设定。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缩放呢是110。因为我的转换的工具里面是直接用110，然后使用的样式呢是这个白底的白底黑框的字。然后这样子呢，我们就已经从 SRT 又把它写回草稿里面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你就可以在做一些设定以后呢，直接做导出。那在导出以前请注意一下这个字体。因为我这边使用的是思源的黑体。那如果你的环境里面没有思源黑体的话，它有可能会是抓到了是这个系统。那要请注意它这个系统繁体的系统的这个字它其实是华康的金刚体。那我觉得应该是有版权的问题，所以你可能这个字体你要把它替换成是你自己系统里面的，看是用思源的黑体还是微软的正黑体之类的有版权的字体才不会有问题。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透过我这个工具直接再从 SRT 档再重新写回草稿的一个功能。那希望对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会有一些帮助。那所有的连结都有会附在说明栏里面，请各位自行去做下载，并且执行看看。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